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亚当球鞋》，欢迎大家。超轻2022是我在2022年年度榜单当中的一个鞋款，它有着轻质的重量、出色的鞋脚一体性、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并且抓地也非常不错。除了后跟重心略微有一些偏高之外，基本找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槽点，而且后期300左右的价格，性价比同样非常高。时隔2年之后，超轻系列迎来了更新，就是我手边的这一双超轻2024。这一双超轻2024在外观方面跟跑鞋真的非常像，之前的超轻2022更多的是致敬之前的超轻10，而这一次的2024则更像是把李宁的超轻跑鞋做成了一双篮球鞋的样子。而且这一次这一双超轻2024的重量是真的轻，单只42码只有将近300克的重量，在近2年我测过的所有篮球鞋当中，如果单论重量，那绝对可以算是 T0 级别的产品。至于脚型适配，它的鞋楦宽度属于正常略微偏窄一点点的，更加适合正常脚型以及脚型偏窄的兄弟去进行选择。而且它鞋舌最前端的这一个位置处，在初上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压脚背，虽然只要磨合个差不多半小时左右，这一种感觉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你的脚背偏高，我还是建议你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购买这个鞋款。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穿上这一双鞋，在系紧鞋带之后，它能提供给我非常紧致的包裹，脚在鞋内几乎不会有什么多余的空间，而且在舒适度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第一次穿，它的鞋面贴合度就非常高，也不会有什么弯折点卡脚啊，或者是鞋带勒脚之类的舒适度方面的问题。静态包裹非常棒，当然在动态锁定方面，它也同样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偏窄的鞋楦加上它整一个后跟区域全都使用了类似于猫舌布的内衬材料，保证了球鞋整体的锁定。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鞋脚一体性跟2022一样非常棒，虽然没有2022高帮版本来的那么的强，但是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比2022的低帮版本要好了很多，也算是弥补了超轻2022的低帮版本在这一个方面不是太出色的一个小遗憾。不过为了控制重量，它在鞋面的用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一个妥协，鞋面的整体用料明显偏软，虽然这一种大网眼的网布鞋面让它拥有了非常出色的透气性，但是在强度方面略微偏弱。好在它有着非常出色的鞋脚一体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它在鞋面支撑方面的不足，再加上它侧面做出的中底橡胶上帆以及中足部位这一块硬质的 TPU 材料的上帆，整体的侧向支撑还算勉强够用。但是因为它的前掌中底相对来说也稍微偏软了一点，确实这样做非常有利于它的弯折，做一些变向啊、跑动啊之类的动作，它的中底不会出现明显的阻力。但是这些设计都是为了灵活性而丢失了强度的一些设计。我180斤的体重，在防守滑步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它前端的抗扭有些不太够用，脚底下的球鞋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持住它自己的姿态，产生的形变还是蛮大的。对于体重偏大的防守型球员来说，这一双鞋的侧向支撑可能无法令你满意，建议这一类的球员还是慎重选择，好吧？还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后跟是这一种内外分离式的，而且鞋体只连着外部的鞋跟，在穿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把它内侧的后跟给踩进去了。相信买过全程10代的兄弟啊，应该对这个都比较熟悉，对吧？至于它的中底表现，在配置方面确实有所提升，从上一代前掌的泵换成了这一次前后分离式的泵，后跟的缓震与上一代相比确实有着明显的提升。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上一代在场地感以及反应性方面的优异表现，在这一代身上也得到了延续。前掌足够贴地，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几乎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不过它的中底跟之前的音速11非常的相似，都有着一点点
前低后高的感觉，龙骨落差略微有一些偏大。虽然足中部的异形 TPO 让球鞋拥有了不错的前后掌过渡，保证了这一双鞋在跑动时的感受，跑动的感觉确实跟跑鞋非常的相似，非常顺畅。但是前低后高的中底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大底这一次也是用上了 GCU， 相信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在干净的场地上抓地力确实特别棒，但是在有灰的场地上面打球，它的抓地力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需要我们经常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至于耐磨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70以上，但是由于它在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纹路并不算深，粗度也比较一般，我还是更加建议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塑胶场地的话也 OK， 但是水泥地还是尽量慎选，好吧？而宽大的大底以及较低的中底重心，让它拥有了出色的防侧扳表现，稳定性非常棒。穿它打球，不管做什么动作，心里面的感觉都非常的踏实，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能球鞋主观评级 C+。这一双鞋相较于前代的高帮版本，它有着更轻的重量、更透气的鞋面、更出色的脚感以及更好的缓震。但是它在强度方面的衰减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于体重偏大的球员来说，它的整体刚性可能会不太够用，这一点大家必须要在购买这一双鞋之前就要了解到。那这一双鞋适合什么类型的球员呢？我的建议是体重比较小，对于球鞋重量要求比较高的球员可以去尝尝鲜。如果你变向动作做的相对比较少，横移动作不会特别多，那你会更加适合这一双鞋。但是如果把这一双鞋和超轻2022摆在我的面前，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2022。你会怎么选呢？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